在娱乐产业高速运转的当下，流量至上几乎成为默认规则。曝光、热搜、综艺、代言构成了一条看似稳妥的成功路径。大多数艺人会选择不断放大自身热度，以确保不被市场遗忘。然而，肖战却在最耀眼的阶段主动按下减速键，选择走向话剧舞台这一更为纯粹却也更为严苛的领域。这种选择表面上看似降温，甚至被误读为资源下滑，但从更深层来看，这恰恰是一种对职业发展的精准判断。因为他清楚，流量可以制造声量，却无法替代表演的厚度。短期的关注可以被资本推动，但长久的认可只能依靠实力积累。话剧舞台没有滤镜，也没有剪辑，一切都必须真实发生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演员需要直面观众最直接的审视，任何情绪的虚假与表达的松懈都会被无限放大。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，更是心理层面的淬炼。正是在这种高压与纯粹并存的空间里，一个演员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表达体系。因此，这一步并非后退，而是一种向内生长的进阶路径。当别人还在追逐外界的掌声时，他已经开始构建自己的根基。这种选择需要勇气，更需要对未来清晰的认知。而时间最终证明，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由一时的热度决定，而是由长期的积累所定义。在竞争激烈的演艺行业中，科班背景往往意味着系统训练与扎实基础，而半路出家则常常伴随着质疑与偏见。肖战正是以这样一种非传统路径进入表演领域，这也让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身的不足。但与其回避短板，他选择直面差距。这种自觉是许多艺人难以做到的，因为在掌声与关注的包围中，很容易误以为已经足够好，从而停下脚步。然而，他却始终保持清醒。观众的喜爱不等同于专业的认可，市场的热度也无法替代能力的深度。于是，他将目光投向最基础也最严苛的训练方式——话剧。通过系统性的排练与舞台实践，他不断打磨自己的台词功底、肢体表达以及角色理解能力。每一个细节，从呼吸节奏到情绪层次，都被反复推敲与修正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训练不仅提升了技术，更重塑了他的表演观。他开始从完成角色转向理解角色，从表现情绪走向体验人物。这种转变让表演不再停留于表层，而是逐渐具备了情感深度与思想厚度。可以说，补课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自我重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不断拆解过去的经验，再重新组合出更成熟的表达方式。这样的成长虽然缓慢，却极为扎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观众再次看到他的作品时，感受到的不再只是外在的魅力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真实与力量。这种变化无法伪装，也无法速成，只能通过时间与坚持一点点累积而成。还记得那段时间，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声音，顶流去演话剧，资源不行了吧？这是在降级吧？谁还看话剧啊？这些质疑并不难理解，因为在很多人眼中，话剧意味着冷门、不赚钱、曝光低。但如今再看，这些声音反而成为一种反讽。随着观众审美的提升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扎实的演技，而不是流量标签。越来越多的艺人也开始尝试话剧舞台，
试图通过回炉重造提升自己，而肖战早已走在这条路的前方。在名利诱惑极强的娱乐圈，拒绝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拒绝不必要的综艺邀约，意味着放弃曝光；减少商业活动，意味着降低短期收益；保持低调节奏，意味着承受被遗忘的风险。但他依然选择了克制，偶尔参与必要的官方活动，保持公众形象的稳定，其余时间则专注于作品与自我提升。这种节奏看似慢，实则是一种更长远的布局。很多人都在谈转型，但真正完成转型的人并不多，因为这不仅仅是资源的变化，更是能力与认知的全面升级。通过话剧舞台的锤炼，肖战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表演体系，对角色的理解更加立体，对情绪的控制更加精准，对舞台节奏的把握更加成熟。这些变化也逐渐在他的影视作品中显现出来。观众开始不再只用流量去定义他，而是用演员去评价他，这才是最难得的转变。在外界看不到的地方，他经历了什么？是无数次重复排练的疲惫，是对角色理解的反复推翻重建，是在空旷舞台上独自对抗孤独的时刻。这些都不会出现在热搜上，也不会成为营销话题，但正是这些沉默的积累，构成了一个演员最坚实的根基。没有捷径，也没有奇迹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。几年过去，当人们再次回望那段选择时，态度已经悄然改变。曾经的嘲笑变成了理解，曾经的质疑变成了佩服，曾经的不看好变成了羡慕，因为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一个真正清醒的人，从不会被一时的掌声左右方向；一个真正坚定的人，也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轻易动摇。或许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站在巅峰时刻，你会选择继续享受掌声，还是主动走向更艰难、更孤独的成长之路？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，但肖战已经用行动给出了他的答案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选择与坚持，我们今天才能看到一个更加成熟、更加立体的演员形象。那么，你如何看待这种逆流而行的决定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交流讨论。最后，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